设想你是一名当代武器制造工程师，穿越回到1938年的重庆，看着刚从南京运来的全套武器产线，满心豪情，仿佛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轨迹。但这里缺少一切支持产线运转的基础，零件靠进口，材料靠进口，连水电供应都不能稳定保障，而头顶上日军的轰炸机接连扑来，觉得像噩梦难度游戏，想要寻找秘籍，那再试试另一个坐标，刚建立不久的八路军总部兵工主力单位韩庄修械所。这里集合了根据地最先进的设备，手摇机床、石磨盘以及锤子、锉刀等这些飞镖工具。没有电，更没有流水线，只有被扫荡包围的村庄，几个略懂如何使用设备的工匠。而这就是中国兵工人在抗战时期所面临的现实：大后方机器相对先进，原料随时断供，敌后兵工从零起步，资源极其匮乏。他们如何实现破局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？在重庆，兵工人决定躲进山体。第一兵工厂边生产边开凿岩壁，建起116个岩洞，构成2万多平米的地下厂房，各洞分工，腰洞连通，零件流转，就地组装，既避开轰炸，也提升效率，为不少兵工企业效仿。那个里面还有通风处理，然后还有防水处理，它有那个整个的那个排水系统，所以进去以后的人，他不会感到潮湿，地面不潮湿，然后我们的设备不会生锈，然后我们生产出的产品不生锈，最关键的是还要防轰炸。例如和以前的正常的一般的防空洞不一样。而在千里之外的晋冀鲁豫边区，为打造一处更长期稳定的军工生产基地，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搬家黄崖洞。黄崖洞位于太行山脉中部，壁立千仞，可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但正因易守难攻，所以厂房更难修建，全靠人工开山修路，靠肩扛滁沱，还要边建边生产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工人也涌向这里，有留学归国的专家，有大学教授和学生，也有民间造枪的老瓦石。半年时间，一座能装备16个团的兵工厂在悬崖峭壁间拔地而起。在试验过程中，枪管炸裂，这个困难算不了什么。我们还有很多战友们就在这个试验过程中，枪膛爆炸就牺牲掉的，就是为了抗战，那就是牺牲掉生命，那算什么呢？试制到量产的过程中，炸膛、误爆、毒气，对于当时的兵工人已是家常便饭。也正是这股不等条件齐备再开工的劲头，推动黄崖洞迅速发展成为八路军在敌后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黄崖洞兵工厂累计生产手榴弹58万枚，迫击炮2500门，炮弹26万发，81式马步枪近万支。而在重庆，兵工人一面克服原料短缺和断电轰炸，一面持续改进仿制新式武器。三系战防炮我们做不了啥子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膛线设备的，所以我们的工人和我们技术人员想了一个用那个啥子炮管红套技术，烧红了把它2个炮管套在一起加固，形成一种固定的膛线，那种就解决了我们没得设备的尴尬和那个困难，提高了我们那个炮管的精度和射程。据统计，抗战期间重庆各兵工厂改仿制武器达数十种。以21兵工厂为例，在老式汉阳造基础上，结合德国89式步枪，创制出更灵便、更安全、杀伤力也更大的新型步枪，改良捷克式轻机枪，兼具立射、跪射、卧射，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，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，还新制120迫击炮，最大射程5000米，重量却仅为法国同类产品的一半，且操作灵便，发火精准。枪业的发展也是我们民族工业的一个发展史，从完全的仿制照抄照搬开始，到后来我们有一点改进，通过这经验的积累，我们可以逐步的蹒跚学步的可以走出来，自己造一些枪。现在来看，都是我们一步一步从仿制到自主设计，到自己制造，到自己创新的制造，这么一个历程走过来。中国军工的气质，独特的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，而他们以弱胜强的秘诀就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。如果把故事拉回到开头，那份改写未来的秘籍，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以血肉筑长城的勇气。